让我们从最小的尺度开始说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肉眼能看到的最小的物体大约是 0.1毫米，也就是100微米。再小的东西，我们就需要借助放大镜、显微镜才能观察到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探索的尺度比这要小10亿倍。想象一下，把一个原子放大到一座体育场的大小，在这座巨大的体育场中央，坐着一颗小小的玻璃弹珠，这颗弹珠就是原子核。而整个体育场从看台到外墙都是原子的电子云，也就是说，原子内部99.99999999999996%的空间都是空的。如果你把一个原子所有的虚空都去掉，把所有物质都紧紧压缩在一起，那么一整座喜马拉雅山就会被压缩成一颗方糖大小。原子核的直径大约是 1.7乘以10的负15次方米，也就是 1.7微米。这个数字小得几乎无法想象。让我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如果把原子核放大到一颗芝麻的大小，那么整个原子就要有整个地球那么大。而原子核内部还住着更小的居民质子和中子。质子是原子核的心脏，它决定了原子的身份。氢原子只有1个质子，碳原子有6个质子，氧原子有8个质子，金原子则有79个质子。每一个质子都像是一个微小的陀螺，在不停地自旋。质子的直径大约是 0.8微米，比原子核还要小。质子内部是什么？我们曾经以为质子是基本粒子，是宇宙中最小的积木。但是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通过深层散射实验发现，质子内部还有更小的结构3个夸克。夸克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它们通过一种叫做胶子的粒子紧紧相连。胶子负责在夸克之间传递强力，就像胶水一样把夸克粘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把夸克从质子里单独拽出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太强了，强到我们根本无法分离它们。在夸克的尺度上，宇宙的基本常数开始发挥作用。精细结构常数约为137/1，描述了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强相互作用常数约为1，描述了夸克之间的强力。普朗克长度约为 1.6 乘10负35米。这是我们目前所知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尺度。在这个尺度上，引力量子效应开始显现。空间本身可能不再是连续的，而是由某种更基本的结构编织而成。弦理论认为，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弦的不同振动模式，而这些弦的长度大约就是普朗克长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探索微观世界的旅程可能在普朗克长度这里暂时画上句号。至少在目前，这是我们用现有理论能够描述的极限。再往下，物理学的定律就开始失效。我们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框架，量子引力理论才能继续前进。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原子核稍微放大一点，来到原子的尺度。一个原子的直径大约是 0.1纳米，也就是10负10米。在这个尺度上，我们熟悉的化学元素开始登场。不同的原子有着不同的性质，有的愿意和其他原子分享电子，有的则高冷地拒绝一切化学键。
有的容易失去电子变成阳离子，有的则喜欢抢别人的电子。宇宙中最简单的元素是氢，氢原子只有一个质子作为原子核，外面环绕着一个电子。氢原子核的直径大约是 1.7 微米，而整个氢原子的直径却是 0.106 纳米。这意味着原子核只占整个原子体积的10亿分之几，剩下 99.999999999% 的空间都是电子云在漫游。如果把氢原子放大到一座10层楼高的体育场，那么原子核就只有一个玻璃弹珠那么大，而那个电子，你可能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它，它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原子的本质，近乎虚无的空壳。但正是这个空壳定义了原子的化学性质，决定了它能以怎样的方式与其他原子结合。碳原子之所以能成为生命的骨架，正是因为它有4个外层电子，既能给出电子，也能接受电子，形成了多样的化学键网络。在宇宙的漫长历史中，最早形成的元素就是氢。大爆炸后的宇宙充满了炽热的氢等离子体，随着宇宙冷却，氢原子逐渐形成，弥漫在整个空间。这些氢原子在引力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代恒星。恒星的核心是一个核聚变工厂，在高温高压的环境下，氢原子被压缩在一起，2个氢核融合成一个氦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十亿年，直到恒星核心的氢耗尽，然后氦开始聚变，生成碳和氧。更重元素的形成则需要等到恒星生命的末期，当恒星膨胀成红巨星，然后以超新星爆发的形式结束一生时，更重的元素才得以合成，并抛洒到宇宙空间中。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远古恒星的熔炉，你血液中的铁来自数十亿年前某颗恒星爆炸时的熔岩，你骨骼中的钙来自那颗恒星最后的挣扎，你 DNA 中的碳是碳循环无数次后的产物。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星辰的后裔。现在把一个原子再放大1000倍，我们就来到了分子的尺度。DNA 分子是由数十亿个原子组成的，它的宽度大约是2纳米，长度展开后可以达到2米。这些分子承载着生命的遗传信息，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基础。而在我们的身体里，大约有37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都像一个繁忙的工厂，数十亿个分子在其中穿梭、工作、交流。这就是我们由数以万亿计的原子组成的有机体，正在思考宇宙的尺度。一个成年人的身高大约是 1.7 米，体重约70公斤。人类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直径约10微米，内部有细胞核、线粒体、核糖体等各种细胞器。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每天为我们产生大约50公斤的 ATP 分子，为各种生命活动提供能量。一个普通人身体里的原子数量大约是7乘10， 27个。这个数字太大了，大到我们很难直观理解。让我换一个说法，如果把一个人身体里所有的原子一个挨一个地排列起来，可以从地球延伸到月球，然后再回来，排上大约30个来回。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是幸运的。
我们的身体恰好处于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度，足够大，能够拥有复杂的神经系统，支持思考和意识，又足够小，小到可以看清原子和分子。宇宙赋予了我们一双能够看到光子的眼睛，光子携带着来自遥远恒星的信号，穿越数百光年的距离，最终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被大脑解读为星光。这个尺度是观测宇宙的最佳窗口。如果人类太大，我们就无法感知原子尺度的精细结构；如果人类太小，我们就无法直接看到遥远的天体。正是因为我们恰好处于这个中间尺度，我们才得以同时探索微观世界和宏观宇宙的奥秘。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对宇宙尺度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00多年前，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家张衡提出了浑天说，认为天地像一个鸡蛋，地球是蛋黄，星空是蛋壳。1000多年前的西方，托勒密提出了地心说，建立了复杂的本轮、均轮系统来解释行星运动。那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球是最远的天体。500多年前，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让太阳成为了太阳系的中心。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可能并不是宇宙的中心。100多年前，哈勃发现了银河系外的星系，证明了宇宙中存在着数以亿计的星系。宇宙的尺度一下子扩展到了数亿光年。而今天，我们知道可观测宇宙的直径大约是930亿光年，其中包含约2万亿个星系，平均每个星系有约1000亿颗恒星。人类用了5000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诞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他们用智慧和勇气，一点点地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从爱因斯坦到霍金，每一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宇宙的真相又靠近了一步。现在，让我们继续向上攀登，去看看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地球究竟有多大？地球是我们目前已知的唯一家园。地球的直径大约是12742公里，赤道周长约40075公里。如果我们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开车环绕地球一周，需要连续开上17天。如果走路呢？按每天走8小时，每小时5公里计算，需要整整1年才能走完一圈。地球的表面积是5.1亿平方公里，其中71%被海洋覆盖，29%是陆地。从太空看，地球是一颗美丽的蓝色星球，白色的云层覆盖着蔚蓝的海洋，棕色的陆地镶嵌其中。这就是为什么宇航员说，从太空看地球，它更像是一颗蓝色的玻璃弹珠，而不是一块灰色的岩石。地球的质量是5.97乘10，24公斤。这个数字太大了，我们很难直观理解。让我换一种方式，如果把地球缩小到一颗玻璃弹珠的大小，那么它的密度仍然和真实地球一样大。这颗微型的地球拿在手里，会比真正的玻璃弹珠重得多。地球的核心是一个铁和镍的固态内核，直径约2440公里，温度高达5400摄氏度，几乎和太阳表面一样热。内核外面是一层液态的外核，
那里的铁镍流体在流动，产生了地球的磁场。这个磁场像一个巨大的保护罩，屏蔽了来自太阳的高能粒子和宇宙射线，保护了地球上的生命免受辐射伤害。如果地球没有磁场，太阳风会剥离地球的大气层，液态水会蒸发殆尽，生命可能永远无法在地球上诞生。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 1.5 亿公里，光从太阳表面出发，只需要8分20秒就能到达地球。天文学家把这个距离定义为一个天文单位，这是测量太阳系内天体距离的基本单位。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 38.4 万公里，这是人类目前能够到达的最远的地方。1969年，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批脚印，这些脚印已经在那里静静地躺了50多年。因为月球没有大气，没有风能够侵蚀它们。如果把地球缩小到篮球大小，那么按同比例缩小，太阳会在28公里之外，直径约8米，而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会远在7000公里之外。这就是宇宙中天体之间的距离尺度，空旷得让人窒息。现在让我们离开地球，去看看太阳系的边界在哪里。太阳系是我们所在的家园，由太阳和围绕它运转的各种天体组成。太阳的直径是139万公里，是地球直径的109倍。太阳的质量占整个太阳系质量的 99.86%， 是地球质量的33万倍。太阳核心的温度高达1500万摄氏度，压力是地球表面大气压的2500亿倍。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氢原子被压缩融合成氦，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以光的形式从太阳核心出发，经过数十万年的磕磕碰碰，最终从太阳表面辐射出去，照亮了整个太阳系。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 1.5 亿公里，这个距离在天文学上叫做一个天文单位。用光速来衡量，太阳光到达地球需要8分20秒，到达火星需要13分钟，到达木星需要43分钟，而到达最远的海王星需要4个多小时。现在让我们去拜访一下太阳系的行星们。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到太阳的距离只有 0.39个天文单位。水星没有大气，表面温度从零下180摄氏度到430摄氏度剧烈变化。水星的直径只有4880公里，比地球的卫星月球大不了多少。金星的大小和地球差不多，直径12104公里，但表面温度高达460摄氏度。因为厚厚的大气层像一床棉被，把热量牢牢锁住。金星的大气压是地球的90倍，站在金星表面，就像被压在900米深的水下。火星的直径是6794公里，大约是地球的一半。火星表面有太阳系最高的山奥林匹斯山，高度达到21.9公里，是珠穆朗玛峰的2.5倍。火星曾经有液态水的存在，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和冰盖。火星和木星之间是一条宽约5亿公里的小行星带，数以百万计的小行星在这里围绕太阳运行。这些是太阳系形成初期的残余物，没有能聚合成一颗行星。
木星的引力扰动撕碎了它们，形成了这条破碎的环带。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直径14.3万公里，可以容纳1300个地球。木星的大红斑是一个持续了300多年的巨型风暴，宽度足以容纳2到3个地球。如果把木星缩小到篮球大小，地球大约只有豌豆大小。土星以其壮丽的环系统闻名，直径12万公里，环的宽度达到37万公里，但平均厚度只有20米。土星的密度比水还低，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海洋，土星会漂浮在水面上。天王星和海王星是冰距行星，距离太阳非常遥远。天王星到太阳的距离是19个天文单位，海王星则远在30个天文单位之外。在海王星的轨道上，太阳光的强度只有地球的1/900。站在那里，太阳看起来就像是一颗普通的星星。但是太阳系的边界远不止于此，海王星之外是一条叫做柯伊伯带的广阔地带，这里有数十亿颗冰质天体，包括冥王星和它的卫星卡戎。冥王星曾经是第9大行星，但2006年被重新分类为矮行星，因为它没有清除轨道周围的其他天体。柯伊伯带的外面是太阳系最遥远的结构奥尔特云。奥尔特云是一个假设中的球形云层，由数以万亿计的冰质天体组成，延伸到距离太阳1到2光年之外。这里是长周期彗星的来源地，这些彗星的轨道周期可以长达数百万年。奥尔特云的外缘距离太阳约1光年，也就是9.46万亿公里。在这个尺度上，太阳的引力已经非常微弱，恒星的引力开始占据主导。著名的旅行者1号探测器在发射46年后，刚刚跨过这道边界，进入了星际空间。但要真正离开太阳系，进入另一个恒星系统的范围，还需要数万年的时间。1光年，这个距离在宇宙尺度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单位，但对人类来说，它已经是难以逾越的鸿沟。目前最快的探测器帕克太阳探测器最高速度约为200公里每秒，按这个速度飞到最近的恒星比邻星需要大约6400年。离开太阳系，让我们去看看银河系。银河系是一个棒旋星系，直径约10万光年，包含约2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太阳位于银河系猎户臂的内侧，距离银河系中心约2.6万光年。10万光年是什么概念？光从银河系的一端飞到另一端需要10万年。如果把银河系缩小到地球大小，那么太阳系就像一个原子，而地球只是一个原子核中的质子。在银河系中，恒星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在银河系的中心区域，恒星密度极高，每立方光年可能有数万颗恒星；而在我们所在的区域，恒星密度就低得多，平均每立方光年只有约0.004颗恒星。最接近太阳的恒星比邻星，距离我们4.24光年。这个距离在银河系中算是邻居了。银河系有4条主要的旋臂：人马臂、猎户臂、英仙臂和3000秒差距臂。太阳位于猎户臂的内缘，这是一个较小的旋臂，位于人马臂和英仙臂之间。
每条悬臂都由数十亿颗年轻的蓝色恒星组成，这些恒星照亮了悬臂的结构，让银河系在黑暗中呈现出美丽的螺旋图案。在银河系中心有一个巨大的黑洞人马座 A， 这个黑洞的质量约为太阳质量的400万倍，距离地球约2.6万光年。黑洞本身是看不见的，但它的引力影响周围的恒星，让天文学家得以确认它的存在。围绕人马座 A 运行的最接近的恒星叫做 S2， 它的轨道速度可以达到每秒5000公里，是银河系中已知最快的恒星运动之一。银河系并不是宇宙中孤独的存在，在银河系周围环绕着数十个小型星系，叫做卫星星系。其中最大的是大麦哲伦云和小麦哲伦云，距离我们约16万光年和20万光年。这些卫星星系在引力作用下围绕银河系运转，是银河系的小弟。在更大的尺度上，银河系还属于一个叫做本星系群的组织。本星系群包含约50个星系，直径约1000万光年。除了银河系，本星系群中最大的星系是仙女座星系。仙女座星系距离我们254万光年，直径约22万光年，是银河系的近邻。根据观测数据，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正在以每秒110公里的速度相互靠近。预计在大约40亿年后，这两个星系会发生碰撞，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椭圆星系。不过，你不用担心这次碰撞会摧毁太阳系。在星系合并的过程中，恒星之间的实际碰撞概率极低，因为恒星的间距实在太大了。更可能的情况是，太阳系会在新的巨型星系中找到一个新的轨道，继续稳定的运行。离开银河系，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加空旷的世界。银河系到最近的邻居星系三角座星系的距离是280万光年，到仙女座星系是254万光年。在星系际的空间中，物质的密度急剧下降，平均每立方米只有不到1个氢原子。在这个尺度上，宇宙的结构开始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镁纤维状结构和空洞。宇宙中的星系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它们像蛛网一样分布在巨大的纤维结构上。这些纤维构成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长度可达数亿光年。在纤维的交叉点，星系密度极高，形成了超星系团。而在纤维之间的区域是巨大的空洞，直径可达数亿光年，几乎空无一物。我们所在的本星系群属于室女座超星系团。室女座超星系团包含约100个星系团和星系群，直径约1.1亿光年。在更上一级，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则包含了约10万个星系，绵延5.2亿光年。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是宇宙中已知最大的结构之一，它的名称来自夏威夷语，意为无尽的天堂。在这个超星系团中，银河系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尘埃，而太阳系更是连尘埃都算不上。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这意味着我们能看到的最远的光来自138亿年前发出的光，那是宇宙诞生后仅仅38万年的光子，被称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由于宇宙在膨胀，
这些光在传播的过程中被拉伸，波长从可见光变成了微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射电望远镜才能观测到它，而不是用普通的光学望远镜。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大爆炸理论的3大支柱之一，它的温度非常均匀，大约是2.725开尔文，也就是零下270.4摄氏度，几乎均匀分布在整个天空。但是微小的温度涨落确实存在，大约在10万分之一的量级上。这些微小的涨落揭示了宇宙早期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正是这些不均匀性在引力的作用下逐渐长大，形成了今天的星系和星系团。终于，我们来到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缘。可观测宇宙的半径大约是465亿光年，直径约930亿光年。这个数字是基于宇宙的年龄138亿年和膨胀速率计算出来的。由于宇宙在膨胀，最远的天体发出的光在传播过程中，空间本身被拉伸了，所以它们现在实际距离我们比138亿光年要远得多。在可观测宇宙的边缘，我们能看到的最远的天体叫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面，这是宇宙38万岁时的景象，来自大爆炸后38万年，光首次能够自由传播的时代。在此之前，宇宙是不透明的，光被炽热的等离子体不断散射，无法直线传播。在这个边界之外，还有更多的宇宙，但是那些光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到达地球，因为在过去的138亿年里，宇宙一直在加速膨胀。最远的星系，比如目前已知最远的星系 GNZ11，位于大爆炸后仅4亿年的时代，红移值高达11，这意味着它的光被拉伸了10倍以上。465亿光年之外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更多的星系、恒星和行星，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物理规律。我们对可观测宇宙之外的区域几乎一无所知。唯一能确定的是，宇宙可能是无限的，没有边界。这个结论来自宇宙学的平坦性测量。观测表明，宇宙的空间曲率非常接近于0，这意味着宇宙很可能是平的。如果是平的，那么宇宙就没有边界，是无限延伸的。可观测宇宙中包含约2000亿个星系，平均每个星系约有1亿颗恒星。假设每个星系平均有10颗适合生命的行星，那么整个可观测宇宙中可能有超过20万亿颗类地行星。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但相比之下，我们人类的数量只有80亿。在这2000亿个星系中，每一个星系都像银河系一样，包含着数以亿计的恒星和行星，而每一个星系在宇宙的漫长历史中都在不断的诞生和死亡。恒星在星云中诞生、燃烧，然后以超新星爆发或行星状星云的形式，将它们的物质抛洒回宇宙空间，为新一代恒星的形成提供原料。我们的银河系平均每几十年会发生一次超新星爆发。在过去的138亿年里，它已经产生了数十亿颗超新星。每一次超新星爆发都短暂地照亮整个星系，释放出比太阳一生还要多的能量。正是在这些剧烈的爆发中，诸如金、银、铀等重元素被合成出来，
抛洒到宇宙中，最终进入我们的身体。这就是宇宙的历史，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氢原子到人类的故事。第9章，宇宙的尽头，哲学的思考。现在，让我们从数字的世界中抽离出来，思考一些更深的问题。我们刚刚描述了宇宙的尺度，从10-15米的原子核，到10-26米的可观测宇宙边缘，跨越了41个数量级。如果把原子核放大到足球大小，那么整个可观测宇宙就会有一座体育场的直径那么大。在这个巨大的尺度上，地球只是一粒微尘，太阳系只是沧海一粟，银河系只是星海中的一粒沙。但是正是在这粒微尘上，诞生了能够思考宇宙奥秘的生命。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体内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宇宙的熔炉。我们是宇宙认识自身的方式，是宇宙漫长历史中极少数能够提出问题的存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中，前100多亿年都是在为生命的诞生做准备。大爆炸后38万年，宇宙冷却到足以让原子形成。大约2亿年后，第一批恒星开始发光。大约90亿年后，太阳系诞生。再过几亿年，地球上出现了生命。又经过38亿年的演化，人类诞生，开始追问宇宙的起源和归宿。这个过程漫长到几乎不可想象，但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如果宇宙的历史缩短1天，那么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时间可能只有几秒钟。如果太阳系的形成稍有偏差，地球可能就会变成一颗冰冻的荒原。如果小行星没有在6500万年前消灭恐龙，哺乳动物可能永远没有崛起的机会。但同时，这个过程又是必然的。物理定律决定了宇宙的演化方向，原子的属性决定了化学的可能性。生命的出现可能是宇宙演化的自然结果。在足够大的宇宙中，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智慧生命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这就是著名的人则原理。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样的宇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宇宙才能诞生我们。这个想法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我们不过是宇宙自我认识的工具，宇宙通过我们来了解自己。但是换一个角度想，这难道不是一种幸运吗？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能够追问宇宙有多大这个问题的存在，是多么的稀少和珍贵。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138亿年演化的奇迹。在宇宙的尺度上，人类的存在只是一瞬间，但在人类的历史中，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从第一次仰望星空，到第一次登上月球，到第一次探测火星，到第一次捕捉黑洞的照片，我们的脚步虽然缓慢，却从未停止。对宇宙的探索，不仅仅是满足好奇心，更是对自身的追问。当我们问宇宙有多大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正是这种追问，让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让文明不断进步，让我们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让我们从宇宙的深处回来，回到当下的这一刻。你正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听着这段声音，而在你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在安静地工作。
每一个原子都在震动，每一秒钟，你的身体里有数百万个化学反应在发生，你的心脏在跳动，血液在流动，神经元在放电。在宇宙138亿年的历史中，在930亿光年的空间中，此刻的你有幸成为能够思考这一切的存在，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对宇宙的敬畏常常会让人感到渺小和孤独。我们生活在一颗微小的行星上，围绕着一颗普通的恒星运转，在银河系的一条小小的悬臂上，而银河系不过是宇宙海洋中的一粒沙。但是渺小并不意味着无意义，正是因为宇宙的浩瀚，才衬托出生命的珍贵。在一个可能没有尽头的宇宙中，地球上的每一份爱，每一段友情，每一次相遇，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都值得我们珍惜。想想看，在这个宇宙中，可能有无数个星球上从未诞生过智慧生命，有无数个恒星系统从未有过文明的痕迹，而我们有幸在这个叫做家的星球上，拥有一段叫做人生的旅程，这难道不值得感恩吗？当你下次仰望星空的时候，请记住，那些星光穿越了漫长的时空，只为在你的眼睛里停留一瞬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和星星是相连的，我们的身体里有它们残骸的碎片，我们的目光中有它们燃烧的回响。宇宙的尺度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伟大。伟大不是因为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是宇宙中极少数能够认识宇宙的存在。我们是宇宙138亿年演化的高峰，是宇宙问自己的方式，是宇宙思考自身的眼睛。在宇宙的尺度面前，一切世俗的烦恼都显得微不足道。工作中的一次挫折，人际关系中的一次摩擦，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当你的心胸和宇宙一样宽广的时候，这些烦恼就会变得渺小。不是说要忽视这些问题，而是换一个视角来看待它们。在宇宙的长河中，这些烦恼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涟漪。在地球的历史上，我们的生命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正是在这短暂和渺小中，我们的每一刻体验才显得格外真实，格外珍贵。时间对宇宙来说是永恒的，但对我们来说，每一秒都是唯一的，不会再重来。宇宙不会在乎我们的喜怒哀乐，但我们在乎。正因为在乎，正因为体验，正因为爱和被爱，我们的生命才有了意义。这种意义不需要宇宙的认可，不需要宏大的叙事，只需要我们自己认同就好。在这段旅程中，我们从原子核出发，穿越了原子的空旷，人体的精妙，地球的壮丽，太阳系的广袤，银河系的深邃，最终抵达了可观测宇宙的边缘。我们看到了宇宙的浩瀚，也看到了生命的珍贵。晚安，愿你在这片星空之下做一个温柔的梦。